好啊，我现在面前的是蘋果刚刚发布的全新的一款笔记本電腦 MacBook Neo。然後我們給它拿出來，這款筆記本是要比 MacBook Air 稍微重一點點的，有一根雙 USB-C 編織的數據線，有一個20瓦的 USB-C 充電插頭。1、2、3，當當，這個就是這一次 MacBook Neo 的柑橘配色。這一次的蘋果 logo 它並沒有採用那種拋光鏡面的，而是採用一個類似於磨砂，顏色和這個位置是有一點點差異的磨砂 logo。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個人最喜歡的猛男粉配色。看一下這款的顏色。哇！我覺得這款還是好看。我拿到這個筆記本之後，覺得還是要比黃色更討我喜歡一些。它的鍵盤是這種白裡透着粉。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藍色。這款呢要比午夜色要更淺一點，它應該是這幾款鍵盤裡邊呢比較灰色的一點的。那麼最後我們再来看一下這一次的銀色，也是最經典的顏色我個人觉得银色这款真机拿在手裡的質感是可以和粉色進行 PK 的那種美整體上白色的鍵盤，然後加上銀色的機身，在這個光線下，這4款配色你更喜歡哪一個 ？MacBook Neo 使用2天時間，就在我體驗這款產品的時候，產房傳喜訊，支持教育會提加國補，512GB 高配版本入手價格來到了3900塊，而256GB 的標準版本呢，則價格更是來到了3399，這大概是蘋果筆記本打出生那天起，沒有人敢想象過的一個價格。今天的視頻呢，我會從外觀、屏幕、交互、性能幾個方面來聊聊這款筆記本。我們先說外觀設計，這款筆記本的外觀設計真的是漂亮無論是線條曲線還是4個配色的選擇，主觀的說我覺得這4個配色要比 MacBook Air 的配色更好看就這個藍色不比 Air 的午夜色更好看嗎？粉色我在上海體驗的時候我就特別喜歡，拿到真機之後呢，我就覺得更加好看。至於這個黃色，我個人是駕馭不了，所以說我沒有放在選擇的第一位但是我看了一圈大家留言，好像除了我之外大家都很喜歡。不知道還有沒有當年使用 iPhone 14 Plus 小機皇的用戶你手機的本命電腦終於來了。在這裡呢，我分享幾個顏色上的細節。首先，開箱時機身外包裹這個雪梨紙上增加了 Hello 的字樣，不同顏色機身對應着不同顏色的 Hello。其次，蘋果 logo 沒有拋光，而是採用了和外殼顏色對應的磨砂質感。第三，第一次開機會彈出和外殼顏色相對應的 Mac 字樣的壁紙，設置菜單的配色呢也會與機身顏色所匹配。系統設置中新增了一個這台 Mac 的主題，選擇之後，你的系統菜單、滑動模塊、文件夾顏色都會自動匹配這個外殼的顏色。第四，USB-C 接口顏色也與機身外殼的顏色一一對應。第五，機身兩側揚聲器金屬網格的顏色呢，也是和機身顏色保持一致。第六，機身底部的橡膠腳墊和機身顏色相同，但是淺色明顯會更容易顯髒。第七，機身鍵盤的顏色和機身外殼的顏色進行匹配。我格外說一下，這一次藍色款的鍵盤它呈現出灰藍色這個質感非常棒。這些細節的加入也會讓人覺得這不是一款入門的產品，甚至你會覺得比 Air 或者 Pro 還用心。Neo 的機身線條整體是圓潤溫和的，你可以輕鬆的單手開合，最大的開合角度和 Pro Air 保持一致。這個是對比12英寸的 MacBook。這個是對比 M1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Air， 這是對比 M1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Pro， 這是對比新款的 MacBook Air， 這是对比新款的 MacBook Pro， 這是對比13寸的iPad Air 加妙控鍵盤。厚度对比，你可以看到這款筆記本它其實並不厚，僅比現在最薄的 Air 厚了一點點，但是抱在手裡就會有一種圓圓胖胖的手感，不是那種商務範兒，是很居家的一種感覺。重量方面呢 ，Neo 要比新的 Air 重了10克，比老的 Air 輕了25克。大小方面，我對比一下新款的 MacBook Air， 整體要比 Air 小了一圈，這一點對於外出放在包包裡呢就非常友好。和10年前的12英寸 MacBook 相比的話呢，這一代的 Neo 会更寬一點，兩者的深度是非常接近的。這個寬一點的機身尺寸讓屏幕變得更大，也讓鍵盤布局更加協調。對於外觀和設計的總結，
精致漂亮，在足夠輕薄的基礎上呢，又保住了 Air 的家族地位。对比的时候 ，Air 都后背冒汗了，暗自感慨我差点成 Neo 了。说完外觀，我們來看看屏幕啊。Neo 的屏幕呢是13英寸 ，Air 官網寫的也是13英寸，但準確來說呢 ，Air 是13.6英寸，所以說去除掉邊框的視覺干擾，屏幕的準確大小差距應該是這個樣子的。這是和12英寸 MacBook 比較屏幕大小，12英寸的屏幕放在今天啊，明顯有些局促了，而且 Neo 比當年的那個邊框要更窄，在便携和利用率上要更加均衡。MacBook Neo 屏幕日常使用的3個環節，首先它的邊框寬度啊，依然是森嚴的家族等級制度啊。Air 呢是超窄邊框加上一個劉海 ，Neo 呢則是等寬邊框加上一個隱藏攝像頭。第二，視網膜屏幕 ，Mac 電腦我覺得最棒的一點就是高分辨率屏幕的適配。大概7、8年前吧，我的主力電腦呢是一台 ThinkPad， 筆記本的屏幕分辨率很高，但是第三方軟件適配就極其糟糕，就有的軟件啊，分辨率沒有適配特別模糊，輸入法沒有適配分辨率，一會兒變大一會兒變小。換到 Mac 之後，我才知道，媽呀，原來這個屏幕可以做得這麼清晰。我不知道現在 Windows 高分辨率的軟件適配問題解決的怎麼樣了，我也有很多年沒有用過 Windows 了。第三，屏幕素質 ，Neo 的屏幕亮度呢是和 Air 一樣，都是500尼特，所以日常觀看哪怕是强光環境，亮度也是夠用的。但是為了控制成本啊，Neo 砍掉了原彩顯示和廣色域顯示。廣色域這個位置，大家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就是我們比如說用 iPhone 拍攝的照片啊或者視頻啊，這個時候用 MacBook Air 回看，那個色彩還原會更加細膩豐富，而用 Neo 看的話呢，就沒有那麼豐富。如果你本身是圖片創作或者說攝影師之類的職業，那麼 Neo 就不適合你。但是如果你只是普通用戶，日常更多是瀏覽網站，那麼絕大多數的內容在 Air 和 Neo 上顯示是完全相同的。我在體驗 Neo 這台電腦的時候，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啊，就是這是一台先確定了價格後確定功能的產品。我在體驗的過程中，我能明顯的感受到，就蘋果的工程師小心翼翼的這兒砍一刀，那兒砍一刀，從而把價格砍到3999的同時，又極力避免砍到大動脈，讓這款產品依然能夠保持出色的市場競爭力。那麼既然說到了屏幕啊，我順勢來聊聊這款筆記本在看電視時候的體驗。我已經看到不少留言表示說 MacBook Neo 將成為他們最新的追劇專屬筆記本。我用這款小家伙踏踏實實的看了好一會兒電視劇啊，效果很好，亮度夠用，像素清晰，同樣3000多的價格，比 iPad 屏幕更大，存儲更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2枚揚聲器啊，超級響亮。大家聽一下，這段是對比 MacBook Air 2台筆記本我都調到了最大音量。二人の間通り過ぎた風はNeo 它揚聲器在這個位置啊，帶來了一個小問題，就是 Air 它那個揚聲器呢是在轉軸這個位置，也就是當我看電視劇的時候，你會覺得聲音是通過 Air 屏幕這個位置反射過來，聲音是從角色傳過來的。而 Neo 因為揚聲器靠前啊，所以你在看電視劇的時候可能會覺得聲音要比角色的位置靠前了一點點。不過這個呢是7999的問題，3999的話可以克服。說完屏幕，進入今天視頻的第3個環節，鍵盤和觸控板。鍵盤應該是 Neo 的亮點之一，這套鍵盤鍵帽寬大，鍵程舒適，敲擊感穩定，回彈力度好，淺色配色更是讓這套鍵盤成為了 MacBook 全系唯一不顯髒的鍵盤。Pro 和 Air 那個黑色鍵盤非常容易產生油漬反光。Neo 鍵盤的槽點呢就在於標配的沒有指紋識別，只有高配才有。不用想，就是因為成本控制，一切都是為了3999。如果你恰好有一台 Apple Watch， 那麼標配版呢，你也可以使用 Apple Watch 來進行解鎖。但是這枚 Touch ID 啊，它不只用於解鎖，它還可以用於 Apple Pay 以及 App Store 的支付，而且在一些網站上，這個指紋識別可以作為生物識別，直接免去你輸入密碼進行登錄。比如說我現在要登錄 B 站，這個時候在這裡就會出現一個指紋識別按鈕，我只需要按一下，看了嗎？我的賬號和密碼就自動的填寫進去了。我看到有用戶評論啊，說 MacBook Neo 不就是一個 iPad 加上一個妙控鍵盤嗎？沒錯，這就是運行着 macOS 的 iPad 加妙控鍵盤，但是最低只需要3300多就能拿下了。你買 iPad， 你想湊齊這麼一套，你別說 iPad 了，就光那一個妙控鍵盤就要賣2000多。你別說 iPad 版本的妙控鍵盤了，就是一個單獨的沒有觸控板的一個電腦的妙控鍵盤，無指紋版也要700塊。有指紋版要1050。Neo 的鍵盤呢是沒有鍵盤燈的，質感上明顯要弱於 Air 和 Pro。不過這套鍵盤因為是白色鍵帽，暗光環境下識別度呢會比黑色鍵帽高一些。如果現在是藍色這款，它的鍵盤比較深的話，白色的背景下，這個藍色的鍵盤我覺得
依然識別度會比較差。所以說，如果你有很多關燈之後的操作，那麼我建議就優先不要考慮藍色。而對於觸控板啊，我認為這是 Neo 最大的優勢，也是它最大的不足。首先，它的不足是針對於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的。Neo 這塊觸控板它依然是出於成本控制，所以沒有採用 X 軸振動馬達去模擬震動，而是採用了一個真實的機械震動反饋。我個人的感受啊，它手感是明顯要弱於 Air 的，體現在按下的鍵程過長，震動的幅度過強。Neo 的觸控板它的點按反饋體驗呢，其實和上一代 iPad 那個妙控鍵盤的觸控板手感是接近的，反正按起來是不夠爽的。但是這塊觸控板它最大的優勢，則是在3-4千元這個價位上帶來了一個手勢操作超豐富、交互邏輯最合理的觸控板。大家如果是第一次使用 Mac 的話，一定要在輔助功能裡打開3指拖拽，超級好用啊！就你不需要食指一直按着窗口就可以进行拖动。今天视頻的第4部分聊聊性能。MacBook Neo 搭載的是 A18 Pro 芯片，8GB 內存，就這麼一個配置，所以說大家不用糾結到底該選幾核心啊，多大的內存了。實測高配版硬盘寫入的速度呢，會比標配版快一點點啊，讀取速度是一致的，整體差別不大。雖然說這枚芯片來自 iPhone 16 Pro， 但是性能並不弱啊 ，CPU 單核性能是遠超 M1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Air 的，多核是要弱於 M1，GPU 也要略弱於 M1。然後我現在呢来稍微做一下大家日常模擬辦公的场景，比如說我们现在呢就打开这个 PPT， 这是大概有一个20页左右的 PPT 吧。比如说我们在同时打开一个 Word， 然后呢我们现在同时打开浏览器，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浏览器打开了一个苹果官网，然后呢打开了一个微博首页，然后打开了一个腾讯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絲滑的程度啊。然後打開一個京東的首頁，比較吃資源的，對吧？淘寶的首頁也比較吃資源，對吧？然後豆瓣，然後打開了一個China Daily， 然後打開了一個 China Daily 裡邊的點開一篇文章，然後打開了 B 站，然後打開了抖音精選。然後呢，比如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來看一個視頻，然後呢，我們給它放在旁邊。然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打開一個 Excel 表格。這個表格很大，這個應該是25萬行的一個表格。再給這個 PPT 裡插入一些視頻，這是我拿相機拍的，200多兆啊。這個時候是打開了10個網頁，然後其中有一個網頁呢在播放視頻，然後同時呢打開了一個超大的 Excel 表格，然後同時呢打開了 Word， 然後同時呢又打開了一個PPT， 它現在在優化影片，我們看一下，哎，這個視頻就插入進去了，然後我們點擊播放，然後同時我們再回到剛才這個界面，依然在播放。目前 macOS 的軟件生態依然是屬於遊戲是比較劣勢的啊，但是辦公軟件豐富全面，除了剛才我提到的 Office 3件套，包括 WPS、騰訊會議、飛書、百度網盤，這些適配都很棒。如果你說你非想要挑戰一下大型任務，我對比了一下 M4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Air， 同樣導出一段10分鐘左右的 4K 視頻 ，Air 耗時9分55秒，耗電5%，而 Neo 花費14分鐘，耗電8%，同時呢 Neo 發熱也要更高一些。剪視頻 Neo 肯定能剪，就是慢一點。專業用戶的話呢，其實還是優先選擇 Air 或者 Pro。續航實測，連續追劇4小時加彈幕啊，設置為最高的 4K 分辨率，去充分利用這塊屏幕的優勢。Neo 耗電34%，也就是說滿電的情況下，差不多可以追劇連續12個小時，從甄嬛去甘露寺一直追到臣妾告發熹貴妃私通。待機實測8個小時合蓋情況下耗電1%，所以在購買推薦上 MacBook Neo 簡直是開卷答案啊！如果你的工作或者學習的核心呢是圍繞着 Office 展開的，比如說文字啊、表格啊或者幻燈片啊，如果你每天有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和瀏覽器打交道，查資料、找文獻、看視頻，那就是 Neo 的目標群體。如果你的工作涉及到長時間使用某個大型專業軟件，那麼 Air 和 Pro 會更加適合。Neo 呢，其實也可以用大型軟件，畢竟這就是 macOS 生態的一個優勢啊。就是慢點啊！對於專業用戶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在接口方面呢 ，MacBook Neo 是配備了2個 USB-C 接口，這2個接口它的傳輸速度是有差異的。我分別使用2個接口去拷貝同一段5GB 左右的視頻素材，大家可以看一下速度。所以說，大家日常傳輸數據使用上邊這個接口，下邊這個接口呢用於充電或者連接有線鍵盤之類的啊。大家也不用擔心自己記不住啊，就如果你把 U 盤插在下邊這個接口，系統會主動彈出一個提示，讓你使用另一個。充電實測，雖然說包裝裡搭配的是20瓦充電插頭，但實際上 Neo 可以實現最高30瓦充電啊！果然和 iPhone 16 Pro 是同款的充電功率，30瓦充電實測啊，1小時充電量70%，這個速度不算快吧？好在續航足夠長啊，日常對於充電的需求也不高。另外，包裝盒裡這次配備的是一根1.5米長的編織數據線。
這個是挺難得的一根數據線啊，目前沒有任何官方渠道可以買到這個長度的編織線。經過以上各種極限的成本控制和共享供應鏈，終於把 MacBook Neo 的價格控制在了3999啊，这個價位上達到這樣一個品質，我覺得就是一個供應鏈的奇蹟。我甚至都懷疑這個公司老闆可能就是搞供應鏈出身的。最後，對於 MacBook Neo 這款產品的總結，我想說3個點。首先， MacBook Neo 的產品定位極其精準。如果這款產品的推出讓哪怕有一個 MacBook Air 的潛在用戶轉向了 Neo， 我認為都是產品規劃的一次失敗。Neo 的使命是什麼呢？就是去撬動那些從來沒有計劃去購買蘋果電腦的那部分用戶。這部分用戶可能會覺得蘋果電腦太貴了，或者更準確的說，在昂貴的價格基礎上，很多功能自己用不上。而現在對於這部分用戶，咣，硝煙散去，赫然寫着4個大字：3999。第二，蘋果通過一枚手機芯片、一塊 iPad 屏幕、一套台式机的鍵盤，打造出了一款精彩的筆記本電腦，基本上宣告了 iPad 和 Mac 這兩個品類其實是可以完全打通的。那接下來如何維護好不同品類之間的差異，又如何做好兩個品類進一步的交互融合？觸屏 Mac 和桌面級的 iPad， 誰又會是未來？我覺得這幾個環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隨着 MacBook Neo 的發布，你會發現蘋果的4大產品線 iPhone、iPad、MacBook、Apple Watch 都完成了性能均衡和價格友好這樣一個產品梯隊。特別是 iPhone 17E、MacBook Neo 和 Apple Watch SE 3這3款入門級的產品，經過幾輪迭代，現在以一個比較低的價格保持了十足的競爭力。如果說喬布斯時代的蘋果是致力於打造一款完美的產品，用一款完美但昂貴的產品去服務高端市場的話，那麼庫克時代的蘋果不再是高端市場的專屬名詞。庫克時代的蘋果給不同預算的用戶提供不同的產品，給不同需求的用戶提供不同的選擇。一如現在蘋果產品的理念，科技不是為了多數人，也不是為了少數人，而是為了每一個人。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希望這期視頻能給大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我是周文澤，我們下個視頻再見。